陆晨，你自己看看几点了？9点03分，你迟到了整整3分钟。苏主管，今天暴雪红色预警，交通瘫痪，我是趟着雪走了1个小时赶来的。少找借口，按规定迟到扣当日工资。但你是骨干，我今天必须拿你立规矩。你今年那18万的绩效奖金全部清零。18万全扣，这也太狠了。那可是陆哥给他爸做心脏手术的救命钱。谁有意见？想跟他的奖金一起清零吗？陆晨，你听明白没有？所有人都在等我暴怒，掀桌子走人。我擦干手上的水，平静地看着他。听明白了，苏主管，18万奖金清零，我接受。苏晴愣住了，准备好的打压说辞全卡在嗓子眼。办你10项，立刻工作。我走回工位。过去5年，我为了项目得过急性肠胃炎，为了陪客户喝到洗胃，我以为拼命付出能换来回报，但在苏晴眼里，我只是个可以随便压榨的工具。我看了眼电脑上的时间，上午9点06分。我开始处理今天的工作，同事弹来私信，陆哥你就这么咽下这口气？我敲打键盘回复，过去5年我给公司当牛做马，甚至喝到洗胃，他却扣我18万奖金。从今往后我绝不多加1分钟班。这项目是公司的核心战略产品，底层架构全是我搭的。我慢条斯理地敲着键盘，不再像以前那样卖命赶进度。中午休息，同事们边吃外卖边偷偷议论我。陆晨今天太安静了，18万没了他不懵吗？平时就他最卷，现在被苏主管抓典型，看他还怎么拼。我只当没听见。吃完饭后拿出一个紧整定好30分钟的闹钟，闭上眼睛午休，这在以前是绝对不可能的事。下午我依然面无表情地敲着键盘，刚入职的年轻同事跑过来求助。陆哥，客户那边催得急，有个小需求，你顺手帮我搞定吧。我看了眼任务列表，摇摇头。不好意思，我的任务里没这一项。苏主管说了要讲规矩，你按流程提个单办吧。同事愣住了，只能无奈离开。整个下午，只要是找我帮忙的，我一律用流程挡回去。我不再主动优化系统，只做任务清单上明确指派的事。时间1分1秒流逝，下午5点50分，我开始保存文档、整理桌面。5点55分，代码备份提交服务器。5点58分，给家里发信息问我爸的身体。6点整，办公室里大部分人还在疯狂敲键盘。苏晴像监工一样在工位间走来走去，刻意营造加班氛围。我站起身，拿起背包，关掉显示器，全办公室的人都停下手里的活看着我。苏晴踩着高跟鞋走过来，眉头紧皱。陆晨，你要去哪儿？苏主管，下班时间到了。下班？你看看周围谁走了？今天必须交付的测试模块你做完了？今日任务清单全部完成。您说的测试模块是明天的任务。公司规定工作时间是早9晚6，现在是6点。你在向我示威吗？您误会了，我是在严格执行您的指示，遵守规矩。你从今天起，我不迟到，但也绝不无故加班。8小时工作制，1分钟都不能多。说完，我顶着所有人震惊的目光走出了办公室。隔天，我准时在8点59分57秒打卡。苏晴的脸黑得能滴出水，死死盯着我。我没理他，坐下继续工作。技术部的人很快发现，曾经那个有求必应的技术活字典不见了。谁来找我，我都是那句话：按流程走，或者去查我上传的文档。我把我脑子里的项目细节一字不差地写成了文档，传到共享库。我要把陆晨这个人和公司业务彻底切割。下午6点整，我又一次收拾包准备下班，刚站起身，对接腾龙集团的产品经理疯了一样冲过来。陆哥，千万别走，出大事了！腾龙的交易系统全线崩溃，他们副总点名要你立刻解决。腾龙集团是我们公司最大的金主，系统是我一手搭的。整个办公室瞬间安静了，苏晴也从办公室冲了出来。这种级别的故障，全公司只有我能短时间修好。苏晴脸上闪过一丝得意，她觉得这是拿捏我的好机会。陆晨，听到了吗？立刻解决问题，今晚不睡觉也要把系统搞定，这是命令。我看了他一眼，举起手机。苏主管，现在是6点01分，我下班了。你说什么？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我说我下班了，处理突发事故属于加班。如果您需要，请先在 OA 系统提交加班申请，总经理审批签字后，我会很乐意回来工作。而且，请按国家规定付双倍工资。你这是在敲诈，丢了这个客户，你负得起责任吗？苏主管，维护客户是管理层的责任，我的责任是工作时间完成本职工作。现在是我的私人时间。说完，我在所有人看怪物一样的眼神中转身走出了公司，身后传来苏晴砸东西的巨响。晚上9点半，我的手机开始疯狂震动，同事的电话我全挂了，直到一个陌生号码打来，我猜是苏晴，接了起来。陆晨，腾龙董事长给李总下最后通牒了，12点修不好就终止合作并索赔。这 bug 只有你能解，你立刻滚回来，我算你3倍加班费。苏主管 ，OA 流程走了吗？李总签批了吗？
大半夜的，上哪儿去找总经理签字？算我求你先回来，条件明天谈。公司的损失是我们所有人的损失。抱歉，您扣我18万的时候可没这么说。再打电话骚扰我，我就去劳动监察部门投诉。说完直接拉黑。那一夜，技术部人仰马翻，直到凌晨5点，他们才用最笨的办法把系统回滚到了1周前，导致大量交易数据彻底丢失。第二天上班，所有人顶着熊猫眼，因为违约，公司不仅要赔7位数，接下来1年的服务费还得打5折。苏晴被总经理叫去骂了一上午，整个技术部绩效全被打最低分。下午，苏晴发了个通知，推出加班积分制，想用积分抵消迟到或者换调休，明摆着是针对我，想用舆论逼我加班，但我1到6点照样关机走人。有同事劝我别跟主管硬刚，开除我正好，我拿 N+1赔偿金给我爸治病。半个月下来，我每天准点上下班。我负责的项目因为我不配合加班，进度严重落后。苏晴想把我的活分给别人，但大家发现我的代码和注释写得太死，谁也不敢碰，碰一下就满屏报错。而这时，一个更大的危机悄悄降临了，那是公司和政府合作的天书项目，合同上亿，也是我负责技术总代。天书项目涉及大量尖端技术，核心模块的设计思路全在我脑子里，并没有留下太多文档。由于我每天只干8小时，项目组其他人完全推不动进度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苏晴为了逼我妥协，开始给我穿小鞋。她让我去整理公司几年的文档，去5楼机房搬服务器，甚至让我去写市场部的 H5 小游戏。我毫无怨言，照单全收。整理文档，我按要求做得清清楚楚；搬服务器就当免费健身，写小游戏，我花3个小时搞定交差。只要是工作时间内，让我干什么都行。我的百依百顺让苏晴一拳打在棉花上，但因为我被抽调去干杂活，天书项目的进度彻底停滞。下周就要进行中期演示了，甲方领导要亲自来看，可现在连个测试版都拿不出来。周5下午，苏晴终于绷不住了，把我叫进办公室。这次她破天荒的给我倒了杯水，挤出一个难看的笑。陆晨啊，扣你奖金是我冲动了，我向你道歉。但现在天靴项目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，你能不能加班，把进度赶上来？只要演示通过，我向总经理申请，给你发25万奖金。苏主管，让您失望了。25万还不够，你要期权还是股份？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只想安静的准时上下班。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信不信我现在就开除你？好啊，请立刻开除。我工作5年，无故辞退需要支付 N+1补偿金，正好27万，够我爸做手术了。麻烦现在就去通知人事，我在这儿等着。周末2天，我彻底关机，陪父母享受了难得的家庭时光。周一回到公司，气氛极其诡异。天书项目组的成员没人再来找我，全在自己闷头搞。我乐得清闲，继续摸鱼。下午5点，公司突然召开全体紧急会议，总经理李总亲自主持，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。苏晴坐在他旁边，长发遮着脸，看不清表情。由于陆晨工作态度消极，严重拖慢项目进度，经公司决定，即日起将其调离天虚项目组。李总沉重的声音在会议室回荡，全场震惊，大家心里都清楚，没了我，这项目根本推不动。紧接着，李总抛出重磅炸弹：公司已重金聘请业内顶尖的昆仑团队，明天起，他们将全面接管天元项目的交付工作。昆仑团队，技术圈的神话，收费天价。我瞬间明白了，苏晴宁可花几百万请外援，也要把我踢出局，向所有人证明星辉科技离了谁都能转。散会后，我回工位收拾东西，苏晴踩着高跟鞋走过来，居高临下的冷笑：陆晨，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是不是很不甘心？我早说过，没有你地球照样转。忘了通知你，我已经向公司申请，不仅扣光你所有奖金，还要追究你给腾龙项目造成的损失。你等着收律师函，赔到倾家荡产吧。他扭着腰得意的走了，周围同事看我的眼神全变成了怜悯，觉得我这次彻底完了。我停下动作，冷笑一声：既然你做绝了，那就别怪我不留情面。下午6点，我准时打卡下班。苏晴以为请来昆仑团队就能高枕无忧，她根本不知道我在代码里留下的东西，连神仙来了都得跪下。走到1楼大厅，一个穿着高级定制西装的中年男人微笑着迎了上来。陆先生您好，我是昆仑团队负责人罗振。我们刚到江城，听说您是天苏的总架构师。这个项目我们心里没底，想请您赏脸吃个便饭，请教一下。技术咨询费我们按业内最高标准付。他把姿态放得极低，这种对技术的纯粹尊重，和楼上苏晴那副嚣张跋扈的嘴脸，简直是天壤之别。我看着他真诚的眼睛，脑子里冒出一个绝妙的主意。罗总，吃饭就不必了。不过作为项目缔造者，我确实有件事得提前告知您一声。我凑到他耳边，压低声音说了一句话，短短20几个字，让这位身经百战的技术大佬瞬间脸色惨白，额头冷汗直冒。天虚系统的核心底层使用的是我个人研发的动态加密算法，没有我的专属安全密钥和实时维护指引，任何强行的数据接管都会导致系统防御机制过载，
最终崩溃且数据损坏。罗振吓得后退了半步，看我的眼神满是惊恐。这太疯狂了！这项目根本是个定时炸弹，谁接手谁倒霉啊！所以，罗总还打算接这个烫手山芋吗？罗振陷入了绝境，接了搞砸项目要赔钱毁声誉，不接违约也要赔钱。陆先生，既然代码是你写的，一定有平稳专交的办法，对吧？求您帮帮忙，条件随便提。我看了看手表，平稳移交需要详细的权限解版，除了我，没人能干。罗总，我下班了，不谈工作。如果想合作，明天来公司找我。不过我现在已经被调离项目组，没权限过问了，这得看苏主管的态度。我懂了，陆先生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第二天，我照常准点上班，刚坐下就看见罗振带着团队行色匆匆地进了苏晴的办公室。苏晴一开始还满脸堆笑地迎接，但仅仅过了几分钟，她的脸色就变得煞白。半小时后，办公室的门猛地被推开，罗振面无表情地带着人走了出来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公司。苏晴站在门口，气得浑身发抖，胸口剧烈起伏着。没过几分钟，我的通讯软件弹出了苏晴的消息，立刻来我办公室一趟。我慢条斯理地保存好文件，才不紧不慢地走过去。陆晨，你到底跟罗振说了什么？他们为什么刚来就终止合作？苏主管，我只是如实告知了技术细节，这是最基本的职业操守。至于他们为什么走，我不清楚。你少装糊涂，你就是存心毁了这个项目。他强压怒火，深吸了一口气。我现在正式通知你，公司决定让你重回天驱组，负责后续开发。苏主管，昨天全公司大会上刚把我踢出去，现在又让我回去，按规矩，我没权限。这是命令，你必须服从。那我也按规矩办事，我去向总经理或者人事部反映一下情况。我毫不退缩。听到这话，苏晴终于慌了。项目后天就要中期演示，没了我，大家全得玩完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第一，撤销对我的不实指控；第二，18万全额返还；第三，书面保证我的工作权限；第四，公司正式道歉。你做梦！那没什么好谈的了，我回去工作了。等等，苏晴急急叫住我，脸色变幻不定。距离演示只剩2天，她没得选。条件我考虑，但你必须保证演示顺利通过。现在立刻回项目组。没见到正式书面通知前，我不会参与任何工作。当天下午，公司内网发布了正式通知，撤销对我的指控，恢复我技术负责人的职位。人事部也找我确认，18万奖金走财务流程，近期返还。苏晴虽然没公开写道歉信，但也通过人事部传达了口头歉意。这已经是破天荒的胜利，全公司都震动了。所有人都知道，我把不可一世的苏主管踩在了脚下。回到项目组，同事们看我的眼神全是敬畏。接下来的2天，我带头加班加点，当然，所有加班我都按规矩提交了双倍工资的审批流程。苏晴气得牙痒痒，却半个字都不敢说。中期演示当天，天书项目表现完美，甲方领导大家赞赏。会议结束后，总经理李总走过来，重重拍了拍我的肩膀。陆晨啊，这次多亏了你，公司不会忘记你的。我微笑着客气回应，眼角余光却瞥见苏晴站在不远处，死死盯着我，眼神阴毒的像一条毒蛇。危机顺利解除，但我心里很清楚，苏晴这种小人绝对不会善罢甘休。果不其然，演示结束后的第2天，我就被李总单独叫到了办公室。办公桌上放着一份厚厚的文件，李总笑眯眯地看着我，亲手给我倒了杯茶。陆晨，这次你立了大功，18万的奖金财务已经打到你卡上了。另外，我还特批了5万块钱的项目奖。我看着手机里的到账短信，没有丝毫喜悦，反而警惕了起来。老板突然这么大方，必定有妖。谢谢李总。苏晴这个人啊，确实缺乏基层管理经验，做事太急躁，我已经严厉批评过他了。为了安抚你，我决定升你为技术总监，以后技术部你说了算，直接向我汇报。直接架空苏晴，我心里冷笑，这老狐狸玩的一手好平衡术。他见我不说话，把桌上的文件推到了我面前。既然你现在是总监了，那咱们就把规矩定好。这是一份核心代码安全移交协议。天璇项目演示虽然成功了，但那个所谓的生物特征锁，为了公司的资产安全，你还是尽早解开，把底层权限交接给公司比较好。咱们都是兄弟，别让哥哥难做。狐狸尾巴露出来了，他哪里是想提拔我，分明是看项目稳了，想骗我交出底牌，然后再一脚把我踢开。我敢保证，只要我签了字，解开了锁，明天我就因为左脚先迈进公司而被无理解雇。李总，底层权限我可以交，但是底层权限可以交接，但条件是签无固定期限合同，违约金200万，还有那18万奖金，今天必须到账。
你别得寸进尺。那就算了，我不交接了。等等，我答应，陆晨，算你狠。下午奖金到账，我交接完代码，立刻请假陪父亲做心脏手术。手术成功后，我把父母接回江城的公寓休养。谁知刚出电梯，就看到对门王大妈的实木大鞋柜横在楼道中央，生生挡住我家一半的门。我妈叹着气拉住我：“晨晨，咱们刚来，别惹事儿。这柜子让了半边，侧着身也能进。”妈，这不叫惹事儿，这叫守规矩。你退一步，别人就会进一寸。我放下行李，大步上前，双手抵住鞋柜，猛地发力，只听砰的一声，鞋柜被我硬生生推回对门，死死堵在了王大妈家的门框上。不到半分钟，对面的门被猛地推开，王大妈系着围裙，手里抄着一把炒菜铁铲，气势汹汹地冲了出来。谁动我家鞋柜了？我动的，楼道是消防通道，你鞋柜挡我家门了。公共通道怎么了？我住10几年了，一直放这儿，你一个租房的算老几？消防法规定，不得占用消防通道。你再放，我马上打电话举报。王大妈骂骂咧咧，用力摔上门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刚推开门，一股恶臭扑鼻而来，3袋淌着烂菜汤的厨余垃圾严严实实堵在我家门口。我爸心脏刚做完手术，闻到这味儿连连咳嗽。这老太太太欺负人了！我妈气得直掉眼泪，拿扫把就要去清理。别动她，总不能让你爸一直闻这味儿啊！放心，她会哭着自己来打扫的。我没去对面争吵，转身回屋，直接下单了一个带云存储的高清智能门铃。门铃当天送到，我10分钟装好，镜头死角全无，正好覆盖整个楼道。第3天早上，我家门口果真又多了一袋散发酸臭味的垃圾。我调出监控，清晨6点半，王大妈开门把垃圾往我家门口一扔，还嚣张地吐了口痰。我拿着手机直奔物业，经理满脸堆笑，想和稀泥。陆先生，邻居之间互相体谅下。我不体谅，我点开视频，交了业费你们就得管。现在证据确凿，你不管，我就直接发给街道办投诉你们不作为。经理擦了擦汗，赶紧跟着我上楼。谁扔垃圾了？少血口喷人！当着物业的面，王大妈还在撒泼死不承认。我一言不发，把手机监控对到她脸上，看清画面，她瞬间哑火了。请立刻清理。物业严厉警告，她不情不愿地把垃圾拎走。临关门时，她狠狠剜了我一眼。你给我等着！当晚9点，我爸刚准备休息，对面突然爆发出极高分贝的重金属摇滚乐，震得我家墙皮嗡嗡直响。音乐声穿透门板，我爸捂着胸口，脸色发白，我妈急得团团转。怎么办？你爸刚做完搭桥手术，受不了这动静。妈，别慌。我看了一眼挂钟，9点15分，我没去敲门，直接回房拿出一个工业级分贝仪，站在客厅打开，屏幕数字直标85分贝。我掏出手机开始录像，镜头依次对准时钟、分贝仪，最后走到门口录下对面的音乐。录满5分钟，我拨通110报警。你好，报警有人恶意噪音扰民，室内已达85分贝，导致我心脏病父亲严重不适。我手头有完整的视频和数据证据。10分钟后，警察敲开对面的门，音乐戛然而止。王大妈开门，立刻换上笑脸。警察同志，我就是在家随便听听歌。有人报警你制造噪音，85分度已经严重超标，现在立刻关掉。警察走后，王大妈恶狠狠地冲我家门啐了一口。第二天傍晚，我刚下班回家，就被一个满身横肉的男人堵在楼道口。门外是王大妈的儿子刘强，他满嘴酒气，将我堵在墙角。小子，就是你报警抓我妈的？是我。外地来的挺厉害啊，敢搞我妈，信不信老子让你在小区混不下去？我指着头顶闪烁的智能门铃。刘强，你的恐吓言论已经全程录音录像，觉得我报警不对，你去起诉我。少拿监控吓唬老子！你打，一拳下来就是寻衅滋事，造成轻伤3年以下。你想进去吃牢饭，就动手试试。刘强愣住了，拳头僵在半空，硬是没敢落下来。行，你有种，你给我等着，老子有的是阴招治你。说完，他转身重重摔门进屋。我开门回家，明天就要回公司上班，对付这种无赖只能以静制动。我以为他只是口头威胁，可第二天晚上我按时下班回家，却发现家里漆黑一片。更糟的是，我爸救命的制氧机停了。一推开门，屋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。晨晨，你回来了！突然就停电了，你爸的制氧机用不了了，备用电池撑不了几分钟。我立刻打开手机手电筒，冲进卧室看了看制氧机的状态，然后快步走出门外。楼道里是有电的，对门王大妈家的电视声听得一清二楚，唯独我家断了电。我走到楼层的强电井旁，打开门一看，我家的电表主线被人用老虎钳气根剪断了。断口非常新，我立刻点开手机上的门铃监控，不出所料，半小时前刘强拿着一把钳子走出来的画面拍得一清二楚。我没有去找他理论，也没有找物业修电，这已经不是简单的邻里纠纷了，这触碰了我的底线。你好，我家被人恶意剪断了供电线，家里有刚做完手术的重病号需要制氧气，
这是一起蓄意破坏电力设施、危害人身安全的恶劣事件。警察和电网抢修师傅同时赶到楼道，师傅指着电线断口说：“切面整齐，绝对是人为恶意剪断的。警官，是对门刘强干的。我家里老人正靠制氧气续命，他这么干等同于蓄意谋杀。”警察看完视频脸色一沉，转身重重敲开对门。警官，咋了？刘强，你涉嫌破坏电力设施，危害公共安全，跟我们走一趟。误会呀，就是邻居开个玩笑，闹着玩呢，咋还带回去处理呀？闹着玩剪电线，出了人命谁负责？警察厉声呵斥，当场给刘强上了手铐押走。十几分钟后，电线接好，制氧机恢复运转。我安顿好父母，去派出所做笔录。监控铁证如山，刘强无从抵赖。刚做完笔录，小区物业经理满头大汗，冲进派出所大厅。陆先生，对不住，刘强是我们外包保安队长，您看能不能私下和解？只要撤销报警，我们免您5年物业费，让他登门道歉。免物业费？难怪他敢断电，原来是物业包庇，他破坏电力还恐吓业主。今天敢剪电线，明天就敢砸门，绝无可能和解。刘强触犯管理井罚法，处行政拘留日，并处罚款，抢修费由他全额承担。次日，物业发布通报，直接开除刘强，并在小区通报批评。王大妈彻底蔫了。下午，她敲开我家的门：“小陆，大妈知道错了，强子没工作了，还要交一大笔罚款，我们家真折腾不起了，你能不能跟警察说说，少罚点儿？”王大妈，我只按规矩办事，做错事就要付出代价，规矩是用来遵守的，不是用来讨价还价的。今天之内，把楼道的鞋柜搬走。王大妈把鞋柜搬回了家，走廊终于恢复清静。赶走了极品邻居，父母的生活终于安稳下来。我也正式回归了星辉科技的职场。作为技术总监，我的第一把火就是整顿加班风气。我强制规定，除非发生紧急线上事故，技术部全员严格遵守6点下班。没有了内卷和疲劳战，大家的工作效率反而大幅提升。代码出错率降到了历史最低。李总看着平稳运行的系统和按时交付的项目，虽然心里还有些不适应，但也找不到任何找茬的理由。我每天按时上下班，周末陪父母去公园散步，生活过得像上了发条的钟表一样规律且惬意。然而，平静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。1个月后的周五下午5点55分，我像往常一样保存文档，关闭电脑，准备准点下班。就在这时，我桌上的内部座机突然响了。陆总监，前台有位女士找您。我马上就下班了，没有预约的话，请他下周1再来。可是她带着个大概4、5岁的小女孩，在大厅哭得很厉害。她说她姓林。林晓，我的大学初恋，当年我没日没夜敲代码忽略了她，最终和平分手。整整6年没见，她怎么突然找来了？我扫了眼电脑时间，5点58分，拿起包直接下楼。大厅里，林晓穿着发旧的外套，抱着个小女孩正在焦急张望。林晓，陆晨，求求你帮帮我！先别哭，站起来说，出什么事了？楠楠病了，急需做手术，我实在走投无路，借了高利贷。6点整，下班的打卡铃声准时在身后响起。按我现在的规矩，下班后绝不管闲事，应该直接走人。但看着他绝望的眼神，我没松手。话音刚落，3个花臂大汉突然冲进大厅，还钱！放开他！少管闲事儿！他前夫欠30万，负债子还天经地义。第一，这是兴荒科技；第二，法律没有前夫欠债前妻还。你们这叫寻衅滋事，动手就是故意伤害。吓唬老子！他刚要上前，8个保安已举着防爆钢叉迅速围拢过来。我已经报警了，警察3分钟后到。是去喝茶，还是滚？算你狠，咱们走着瞧。陆晨，谢谢你，要不是你，楠楠今天就被带走了。没事啊。我拉起他，我把他们带到咖啡厅。林晓擦干眼泪，终于向我道出了这6年的非人遭遇，以及他今天走投无路来找我的真正原因。咖啡厅里，楠楠捧着热牛奶安静下来。林晓红着眼眶讲出了真相。3年前，我嫁给了一个叫赵辉的男人。一开始赵辉还算老实，可后来染上了赌博，不仅输光了家底，还借了高利贷。为了保护女儿，我果断起诉离婚，带着楠楠净身出户。
离婚判决书上写得很清楚，债务由赵辉个人承担。可赵辉跑了，那些催收的找不到他，就天天来骚扰我。我丢了3份工作，只能带着囡囡东躲潜藏。更糟的是，囡囡查出了先天性哮喘，每个月都需要一笔不小的医药费。今天我实在走投无路，连给孩子买药的钱都没了，才厚着脸皮来公司找你求助。我静静的听完，心里五味杂陈。钱我借你，先给孩子看病，但你要记住，躲是没用的，对付无赖必须拿起法律武器。陆晨，这钱我一定会还。可那些催烧的，交给我，我打断他。第二天周末我没有休息，而是陪着林晓去了一趟派出所。警察同志，我们要报案，这是法院的离婚判决书，债务属于赵辉个人。这是昨天高利贷在公共场所寻衅滋事、暴力催销的监控录像，我已经从公司安保处拷了一份。这种暴力催收是严厉打击的对象，只要他们再敢露面，我们马上抓人。走出派出所，林晓长舒了一口气。以后他们打电话必须录音，如果上门千万别开门，立刻报警。林晓用力点头，看着我的眼神充满了感激。为了安全，我帮他把出租屋退了，在我家小区帮他租了一套1室1厅的小房子。这里的安保我亲自验证过，非常严密。安顿好一切，林晓主动提出要去打工赚钱还我。工作慢慢找，楠楠的病最重要。就在我们以为生活终于要平静下来的时候，那个消失了半年之久的渣男赵辉竟然自己送上门了。傍晚，我刚走到小区门口，就看到一个形容枯槁、满眼红血丝的男人正死死拽着林晓的手提包。放手！这是给楠楠买药的钱。少废话，老子躲债躲的饭都吃不上了。你既然能租得起这里的高档小区，肯定有钱，拿来！眼看赵辉就要抢走钱包，我大步上前。你干嘛？哎呦，放开我！哎呦！你谁啊？该管老子的家务事儿！第一，你们已经离婚了，这不叫家务事。第二，你当街抢夺他人财物，金额虽然不大，但也构成了抢夺罪。李队长，刚才的画面监控都拍下来了吧？麻烦报个警。赵辉一听报警，瞬间慌了神，他拼命挣扎。想走？你身上的高利贷烂摊子，正好去局子里跟警察解释清楚。警察很快赶到，将赵辉押上了警车。面对铁证，渣男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赵辉被拘留后，高利贷团伙也被一网打尽。林晓终于彻底摆脱了噩梦。几天后，他提着大包小包的水果来到我家，想当面感谢我父母。我妈看着乖巧的囡囡，心疼的不行，拉着林晓的手直掉眼泪，甚至有意无意的撮合我们复合。林晓现在单身，晨晨你也单身，其实……妈打住！我帮林晓是因为囡囡需要看病，更是因为我们曾经是同学，但这不代表我们要从头开始。我现在不打算开启任何复杂的感情纠葛。我的话有些直白，但我必须一开始就划清界限。但同情不是爱情，我也不想再给生活增加变数。阿姨，陆晨说的对，我现在的目标是找份好工作，把囡囡的病治好，把欠陆晨的钱还上。我不配，也不能再奢求什么了。他这种清醒的态度反而让我高看了他一眼。为了让林晓尽快自立，我帮他内推了一家互联网公司的运营岗位，让林晓顺利入职巨星传媒。为了还钱，他每天加班到深夜，囡囡只能托我妈照看。我按时上下班，对此不予置评。可到了第2周，他连着几天回来眼睛都是红肿的。周5晚上我照例准点下班，刚出电梯就听见林晓躲在楼道里打电话。王总，项目我会赶出来，请您自重，我不能陪您去会所。等他挂断电话，我走过去，遇到职场骚扰了。林晓见是我，直接哭出声。王总总借口改方案对我动手动脚，他今天把话挑明了，不陪他应酬就让我滚蛋，还要在全行业封杀我。所以你打算忍气吞声？我能有什么办法？囡囡还要交生活费，我不能没有这份高薪工作，根本不敢辞职。搞职场潜规则，我这辈子最见不得利用职权欺压下属的烂人。我冷笑一声，从包里摸出一支小巧的录音笔，直接塞进他手里。哭没用，明天去公司按我说的做。拿着这个录音笔，明天他再叫你去办公室，直接打开。可如果被他发现……不用怕，他既然敢用辞退和封杀来威胁你，就说明他做贼心虚。只要录下他言语骚扰和职场霸凌的证据，主动权就掌握在我们手里了。第2天，林晓深吸一口气，走进了主管王总的办公室。王总是个秃顶的中年油腻男，一见林晓进来，立刻反锁了门，笑眯眯的走过来。小林啊，只要你今晚陪我去见见客户，转正的名额绝对是你的。你要是不识抬举，我一句话就能让你在这个行业混不下去。王总，您这是在用工作逼我陪酒吗？如果我不去，您真的要开除我？这叫职场规矩，不听话的员工
我留着过年吗？5分钟后，林晓安全退出了办公室。当晚，他把清晰的录音文件交给了我。我没有去巨星传媒闹事，那是野蛮人的做法。对付这种职场败类，最好的武器是法律和规矩。我把录音文件进行了专业降噪处理，确保每一个字都清晰可辨。然后，我起草了一封严谨的举报信，同时抄送了巨星传媒的董事长、HR 总监以及当地的劳动监察大队。信里，我附上了林晓加班的打卡记录、工作成果报告，以及那段足以让王总身败名裂的录音。根据劳动合同法及反性骚扰法相关规定，王某的行为已严重违法，若贵私包庇，我们将向媒体公开此证据。第二天上午，董事长亲自过问，王总被叫进会议室时，腿都是软的。面对铁证，他连狡辩的机会都没有。下午3点，巨星传媒发布全员通报，开除王某，永不录用，并配合劳动监察部门的后续调查。同时，林晓因为业务能力出色，被正式提前转正。林晓拿着转正通知书，激动的又哭又笑。晚上吃饭时，我妈一边给囡囡夹菜，一边旁敲侧击：“晨晨啊，你看小小现在工作也稳定了，囡囡也这么可爱，你这帮来帮去的，是不是也该考虑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了？”我爸虽然没说话，但也满眼期待地看着我。爸妈，我再说最后一次，我帮林晓是因为囡囡需要治病，现在她工作稳定了，渣男也进去了，我的援助到此为止，我们之间只是普通的邻居和旧识。我的话像是一盆冷水，浇灭了我妈不切实际的幻想。以后林晓会按月还钱，除了囡囡有突发情况，我不希望我们的生活有过度交集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轨道，不干涉别人，也不允许别人打乱我的规矩。陆晨说的对，他帮我们母女已经够多了，我绝不会再给他添麻烦。这顿饭虽然吃的有些沉闷，但彻底解决了后续的麻烦。自从极品王大妈的儿子被拘留，工作丢了之后，他们家实在觉得在小区里抬不起头，没过多久就悄悄搬走了，把房子租了出去。周末早上8点，我正准备下楼跑步，一开门就看到对门正在热火朝天地搬家。哎呀，你们小心点儿，这可是我刚买的真皮沙发，刮坏了你们赔得起吗？我戴上耳机准备侧身下楼。哎，那个男的，站住！你是对门的对吧？我叫张丽，以后大家就是邻居了。我这搬家太乱，把你家门口的地方借我堆点杂物，过几天我再收拾。说着，他指挥工人把几个巨大的脏纸箱直接堆在了我家门前，几乎封死了我出门的路。我戴上耳机，没有理会新邻居的无理要求，径直下楼跑步。对付这种没有边界感的人，冷处理往往最有效。我刚跑完步回来，门口的纸箱已经被物业清理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画着精致妆容的陌生女孩。她看着我一身汗水，嫌弃地皱了皱眉。你是陆晨，我是王阿姨介绍的沈雅婷。我才想起，我妈前几天确实提过一嘴相亲的事。抱歉，我刚运动完，请进。我爸妈都不在，去早市了。你这房子是租的，地段虽然好，但毕竟不是自己的。我听王阿姨说你现在是技术总监，怎么连套房都没买？首付已经交了，期房明年交，家里没饮料。她没接水，拿出手机。第一次见面你就不请我出去喝杯咖啡？我闺蜜她们相亲，男方都是主动安排高级餐厅的。你要是这种态度，我们也没必要聊了。我看了看墙上的表，上午9点半。我的周末时间规划里，并没有陪不熟的人喝高价咖啡这一项。沈小姐，相亲是双向选择，如果你觉得我的招待不符合你的预期，门在那边。喂，丽丽，我相亲呢，这人挺有意思的，你们过来一起参谋参谋，就在市中心的悦己餐厅吧。既然你不知道怎么安排，我帮你安排了。中午12点，别迟到。说完，他踩着高跟鞋走了。中午，我准时到达餐厅，沈雅婷带了3个女生，她们连看都没看我一眼。服务员，澳洲大龙虾来4份，再开2瓶你们店里最贵的罗曼宁康红酒。我靠在椅背上，一言不发。听说你是敲代码的，一个月工资有2万吗？都不够我们雅婷买套护肤片的。就是想追雅婷必须得懂事。隔壁商场刚上了一款5万的限量版香奈儿包，一会儿吃完饭你直接去刷卡，就当是今天见面礼了。他们肆无忌惮的高谈阔论，彻底把我当成了行走的提款机。吃完饭，服务员拿着账单走进来。您好，加上红酒，今天一共消费6万8千元。 4个女生齐刷刷看向我，我转头看向服务员，麻烦算一下，我面前这杯白开水多少钱？剩下的6万8，请这4位女士自行结账。包间里的气氛瞬间炸了，沈雅婷的脸涨成猪肝色，丽丽直接拍桌子站了起来。陆晨，你还要不要脸？相亲让女方买单，你穷疯了吧？信不信我上网曝光你这个奇葩？面对他们的撒泼，我掏出10块钱拍在桌上。这是我那杯白水和纸巾的钱。你们4个人点6万8的红酒海鲜，
张口就要5万的名牌包，把相亲当痱粉扶情了。想找冤大头，出门左转。说完，我无视他们气急败坏的骂声，推开门大步离开。对付这种毫无底线的捞女，1毛钱都不能给。下午刚到家，我妈的电话就打来了。晨晨，王阿姨刚才骂你抠门，说你相亲连单都不买就走了。我直接把录好的点单音频和6万8的账单发了过去。妈，您自己听，他们合伙宰我，一顿饭6万8，还要我送5万的包，您的养老钱是风刮来的吗？我妈听完语音，气得当场挂了电话去找媒人算账。经此一役，我妈彻底断了盲目催婚的念头，生活终于清静。直到公司法务部空降了一位雷厉风行的女律师夏安然。夏安然是公司从顶尖律所挖来的法务顾问，她穿着干练的职业装，做事雷厉风行，据说是个原则性极强的人。周一下午，我们技术部需要法务部审核一份涉及核心数据的合作协议，我按照流程在 OA 系统里提交了申请。不到10分钟，夏安然拿着打印好的协议来到了我的工位。陆总监，这份协议第3条涉及数据共享权限范围不够清晰，存在法律风险，我需要你们技术部提供详细的调用日志模型，才能出具最终意见。夏律师，提供日志模型需要大约40分钟，现在距离下班还有半个小时。如果现在做，就意味着我需要加班，而我不加班。周围的同事都倒吸了一口凉气，2个全公司最讲原则的人对上了。理解。那明天上午9点半，我们会议室碰头解决，这是符合工作流程的。第2天上午9点半，我和夏安然准时在会议室碰头。我打开电脑，调出准备好的数据模型，夏安然拿出笔记本，逐条对照法律条款进行核对。我们之间没有一句多余的废话，全是高密度的专业交流。这个接口的授权时效必须加上限制。技术上可以实现，我设置成24小时自动销毁令牌。很好，这样合规风险就降到最低了。短短半个小时，一份极其复杂的协议就被我们修改得无懈可击。这种高效的配合让我体会到了一种久违的舒适感，没有推诿，没有扯皮，一切都在规则和逻辑内运行。到了下午5点58分，我在 OA 系统里提交了最终版本的协议。5点59分，夏安然的审核通过提醒弹了出来。陆总监，合作愉快，不用加班的感觉确实很好。规则范围内的高效才是职场该有的样子。是。周六上午，我正在家里看书，门铃响了，打开门，是我大伯一家3口。晨晨啊，大伯来看看你和你爸妈。大伯一边换鞋一边四处打量，寒暄过后，晨晨，伟伟刚大专毕业，在老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，听说你现在是星辉科技的总监了，大公司待遇好，你给安排个轻松点的岗位。陆伟染着黄头发，嚼着口香糖，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，连句招呼都不打。大伯，我们公司招人有严格的流程，学历最低要求本科，并且需要通过3轮技术面试。技术部没有轻松的岗位，全是真刀真枪敲代码。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呀！你是总监，还不是你一句话的事儿？自家亲戚，你帮帮忙怎么了？对啊，哥，我就去你们那儿挂个职，拿点工资就行。我脸色一沉，我最反感的就是这种想靠关系走捷径的人。不可能！你说什么？我手中的职权是公司赋予的，用来管理技术团队，不是用来给亲戚走后门的，这违背了我的职业底线。你！大伯猛地站了起来。陆晨，你现在出息了，连亲戚都不认了是不是？你爸当年住院，我还借过你们家2000块钱呢。我妈在一旁赶紧打圆场。大哥，晨晨他公司管得严，你别替他说话，2000块钱不要我不要了，我就当没你这个侄子。大伯，当年的2000块我连本带利还给你，至于工作，规矩就是规矩，谁也不能破。大伯看着手机上的转账，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钱他想要，但面子挂不住。牛什么牛，不就是个打工的吗？哼！拉着陆伟摔门而去。晨晨，这下亲戚是得罪光了。妈，没底线的亲戚，得罪就得罪了。周一下午3点，前台打电话说有2个亲戚找我。我下楼一看，大伯和陆伟正坐在大厅的沙发上，大声嚷嚷：“你们总监是我亲侄子，我来找他还要预约，你们这什么破公司！”我走过去，眉头紧锁。大伯，这里是办公区，请你们出去。我不走，你不给我儿子安排工作，我就让你们全公司看看你是个多冷血无情的人。我拿出手机准备叫保安队长，就在这时，
夏安然拿着一份文件从电梯里走出来，他看清了局势，踩着高跟鞋走到我身边。陆总监，遇到麻烦了。一点私事。我刚想让他先走，他却直接转向了大伯。这位先生您好，我是公司的法务顾问夏安然。根据相关规定，您在企业办公场所大声喧哗，扰乱正常秩序，已经构成违法。如果因为您的行为导致公司声誉受损，我们将提起民事诉讼，要求赔偿。大伯愣住了，他一个在老家横行霸道惯了的人，哪听过这种专业的法律警告？你吓唬谁呢？我找我哥犯哪门子法？这位男士，您刚才的行为和言语我们已经取证，星辉科技的监控系统也记录了全过程。如果您不听劝阻，我现在就拨打110，让警察来判断你们是否违法。大伯一看这阵势，彻底慌了。他平时也就敢在我家撒撒野，真遇到懂法且强硬的人，立刻就怂了。喂，这破公司我们还不稀罕待呢！大伯拉着还在骂骂咧咧的陆伟，灰溜溜的走出了大门。大厅恢复了安静。谢谢夏律师，让你看笑话了。对付这种没有边界感的人，法律条款比讲道理好用。不过，你拒绝亲戚走后门，这很符合你的作风。规矩就是规矩。晚上下班，我照例准点走出大楼，夏安然也正好出来。帮了你个大忙，陆总监不请我吃顿便饭吗？餐厅里，我和夏安然聊得很投机，我们都不喜欢无效社交。你每天准点下班，就不怕上面有意见？只要我创造的价值远超8小时，规矩就是我的保护伞。如果公司只看重加班时长，那这家公司也没有待下去的必要。很有底气。那家庭呢？像今天这种亲戚，你打算怎么处理？划清界限，我的家庭责任只针对我的父母，没有义务替其他人的人生兜底。跟聪明人相处就是舒服。在餐厅门口告别时，夏安然笑着说：“晨晨，多亏了你们公司的那个女律师。现在看来，你讲规矩是对的。要是真把陆伟弄进去，以后麻烦更多。”我点点头，脑海里浮现出夏安然干练的背影。周一早会，公司宣布了一项重大人事变动，总部空降了一位副总裁周明，全面接管研发和运营。新官上任的3把火，直接烧向了我不加班的规矩。现在的年轻人太安逸了，必须实行狼性淘汰制。从今天起，全员实行996，技术部必须带头，不能按时完成任务的，按旷工处理。我举起手打断了他的激情演讲。周总，根据劳动法，强制要求996属于违法行为。技术部目前在8小时内运转良好，效率达标，不需要无意义的内卷。陆晨，我查过你的履历，你确实有2把刷子，但这里是企业，不是养老院。你作为总监，如果不带头，我有权怀疑你的管理能力。我的管理能力体现在零故障率和按时交付上。如果您要强制改变考勤制度，请先出具书面的规章文件，并全员签字确认，否则技术部将继续执行原有的作息时间。哼，好，陆晨，你敢拿法律压我？咱们走着瞧。3天内必须上线。如果你觉得8小时能干完，我没意见；干不完，就是你渎职。这是赤裸裸的阳谋，他算准了正常工作时间，绝对做不完，想用 KPI 逼着我自愿加班。我看着进度表微微一笑。好的，周总，我保证按时交付。所有人听好，关闭一切无关聊天软件，摒弃所有冗余流程。接下来的3天，我们要把8小时的效率压榨到极限。记住，6点准时下班，1分钟都不还多留。我没有强迫任何人加班，而是将任务进行了极其精准的模块化拆分。接下来的3天，技术部如同上了发条的高精密机器，没有推诿，没有内耗，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节点上疯狂输出。第3天下午5点50分，最后一个测试模块顺利通过。5点55分，我将完整的迁移报告发送到了周明的邮箱。6点整，我准时拿起外套，走出办公室。周五临近下班，周明突然在公司大群里发布通知，为了增强团队凝聚力，本周末公司组织全员去郊区进行封闭式拓展训练，所有人必须参加，不得请假。这种打着团建旗号变相占用员工休息时间的套路，我见得太多了。周总，周末是法定休息时间，如果强制要求参加，请按照法定节假日标准各发双倍工资，否则我选择不参加。这是公司集体活动，陆晨，你有没有一点团队精神？我的团队精神体现在工作日的高效产出上。
如果您能出具人事部的加班审批单，我立刻报名。其他原本敢怒不敢言的员工见我带头，也纷纷以各种理由委婉拒绝。最终，原本全员的团建，只有几个周明的心腹报了名。6点一到，我关机下班，留下周明在办公室里暴跳如雷。周末，我带着父母去市里的湿地公园散步，享受着难得的家庭时光。周六下午，我正陪着父亲钓鱼，手机突然响了。打来电话的是值班的运维小张。陆总监，服务器 CPU 爆满，防线快撑不住了。周总他们都在郊区，没带电脑，电话也打不通。我看了看表，周六下午3点。别慌，这属于紧急线上事故。你现在立刻在 OA 系统里提交紧急加班申请，附上事由，我手机端审批。流程走完，我马上处理。小张赶紧提交了申请，我一键审批通过，随后从车里拿出备用笔记本，连上热点。10分钟后，我成功拦截了恶意 IP， 清洗了流量，系统恢复正常。直到晚上，周明才带着一身泥巴回到市区，得知白天差点酿成大祸，他吓出了一身冷汗。但得知是我修好的，他非但没有感激，反而找到了攻击我的借口。陆晨，周末服务器出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作为技术总监，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在岗防范？周总，说我不在岗之前，请先看看这份操作日志。周末的流量攻击是从公司内部测试网段发起的，而那个网段的最高权限上周五刚被您强行接管，说要进行什么压力测试，是您的违规操作导致了死循环，差点搞垮主干网络。你胡说，这是技术故障。是不是故障，请第三方鉴定就知道了。我按合规流程收到加班申请后10分钟内解决了问题，而您作为始作俑者，在事发时失联。不仅如此，法务夏安然推开会议室的门走。周总强制要求周末团建，并未走合规律审批程序，且在团建期间发生了一起员工扭伤事故。因为不是工作时间，工伤认定存在法律纠纷，目前家属正在闹事。这下周明彻底成了众矢之的，偷鸡不成蚀把米。周明试图用强权压倒规矩，却被规矩反噬得体无完肤。李总终于忍无可忍，重重地拍了桌子。周明，我请你来是管理公司的，不是来制造混乱的。从今天起，你停职反省。周明像泄了气的皮球，灰溜溜地走出了会议室。陆晨，你这套绝对的规矩理论虽然有点不近人情，但确实是最安全的底线。李总，企业不是家，靠画饼是留不住人的。只有明码标价，按规矩办事，大家才能安心产出。8小时的高效远比磨洋工的加班更有价值。李总点了点头，算是彻底认可了我的理念。我走出办公室，夏安然正等在走廊里。配合的不错，对付这种不讲理的高管，就得用无懈可击的证据。晚上请你吃饭。好啊，还是 AA。停职并没有让周明安分心，就在我准备下班时，我接到了猎头的电话，竞争对手开出3倍年薪挖我。电话那头的猎头非常热情，报出了竞争对手锐意科技的名字。我敏锐地察觉到了不对劲，锐意科技一直被我们压着打，怎么会突然下血本挖我？我查了一下周明的人事背景，果然周明在空降星辉之前曾在锐意科技担任过高管，他这是在公司混不下去，想临走前把我挖走，彻底搞垮星辉的技术部，给他老东家交投名状。我没拆穿，而是将计就计，答应了周末和锐意科技的老总见面。周末在一家隐蔽的茶室里，我不仅见到了锐意科技的老总，还见到了本该在停职反省的周明。周明看到我，得意地笑了。良禽择木而栖，星辉给不了你的，坠意能给。我打开手机录音功能，不动声色地坐下。周总好手段，停着星辉的职，拿着星辉的竞业协议，还在帮对头挖人。我端起茶杯，轻轻吹了吹。陆晨，大家都是为了求财。周明递过来一份合同，3倍年薪，只要你带走天庸项目的核心架构代码。这不仅是违反职业道德，更是触犯了商业秘密罪。周总，你可能搞错了一件事，我不加班不是因为我唯利是图，而是我讲究规矩和契约精神。我站起身，将录音保存并上传云端。你们现在的行为是在唆使我犯罪。这段录音我会一字不离地交给星光的法务部。周总，你的竞业协议违约金恐怕这辈子都还不清了。说完，我大步走出茶室，将录音直接发给了夏安然。周一，周明被公司正式开除，并面临巨额的违约诉讼。锐意科技也因为涉嫌不正当竞争，被法务部正式起诉。至此，
公司内部所有的毒瘤被彻底清扫干净，李总终于彻底放权，技术部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。没有了内斗和瞎指挥，技术部的效率达到了顶峰。我正式将8小时工作制写入了部门的规章制度中，全勤、高效、按时下班，成了星辉科技一道独特的风景线。周五下午5点55分，我整理好桌面，准时关机。刚出办公室，夏安然提着包走了过来。陆总监，今天晚上有什么规划吗？按计划，晚上7点陪父母去超市采购，9点看书充电。我如实回答。那6点到7点这1个小时呢？正好顺路，请我喝杯咖啡不过分吧？我刚帮你打赢了周明的官司。走吧，不过按规矩，这杯我请。我们并肩走出公司大楼，夕阳的余晖洒在街道上，一切都显得那么从容不迫。晚上我提着新鲜的蔬菜回到家，厨房里传来母亲炖汤的香气，父亲正坐在沙发上看着新闻，脸色红润，心脏手术后的身体恢复得极好，这才是生活原本该有的样子。我回到房间，看着电脑屏幕上安静流淌的代码，思绪万千。半年前，我因为一场暴雪迟到了3分钟，被主管狠狠的羞辱，甚至差点断送了父亲的救命钱。那时的我是典型的职场老黄牛，以为拼命付出就能换来尊重，但我错了。在资本和不合理的强权面前，毫无底线的妥协只会换来更残酷的剥削。真正能保护我们的不是领导的施舍，而是冰冷的法律、严密的逻辑以及不可逾越的规矩。我用极度的理性和规则反杀了剥削者，清除了职场毒瘤，也为自己赢得了真正的尊严。时钟指向晚上10点，我准时合上电脑，关掉台灯。明天又是按时上班的一天，但我知道我的世界已经彻底不同了。我不再是那个任人拿捏的软柿子，而是一个主宰自己时间的强者。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，绝不是全部。